你知道吗？99%的人类血液早已污染化学成分特氟龙，可发明特氟龙的杜邦公司却将它的巨大危害掩藏了整整40年。1958年，特氟龙生产线上的一个女工生下了罕见的畸形儿，只有一个鼻孔。不久后，又有女工接连流产，这引起杜邦公司注意，于是悄悄进行了一场实验，把特氟龙放入烟丝，再以公司福利的形式送给10几名工人。结果，这些工人陆续患病死去。杜邦公司还用白鼠实验，结果感染特氟龙的白鼠纷纷畸形增大，长出肿瘤，表现出强烈攻击性。杜邦公司害怕了，立刻组织人体对照实验，可是找遍全美，居然找不到一个血液不含特氟龙的人，最后才勉强找到一个老兵。然而这场实验的结果却成了封存的秘密。杜邦公司继续销售含有特氟龙的商品，不粘锅卖爆全球，每年获益超10亿美元。直到1998年，服务杜邦公司的一家高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伯特律师接到一个奇怪委托，他家乡的一位农场主不远千里而来，还找了他母亲走后门，状告杜邦公司杀死了自己200头牛。罗伯特律师婉言拒绝，因为他只接公司诉讼，更别说杜邦是他的大客户。可暴躁的农场主执意留下整整1箱子录像资料，坦白说在他的家乡根本没人敢接这个案子。罗伯特律师驱车回到家乡，迎面的少女一笑，牙齿黑得根本不正常，而她正是农场主的女儿。农场主又从冰箱拿出了病死牛的器官，黑得不像话的牙齿，异常增大的肝胆，还有各种各样的肿瘤。原来几年以前，杜邦公司买下他弟弟的一块地，存放1400吨垃圾，保证垃圾对人体无害。可是随后弟弟患了癌症病死，紧接着自家农场200头牛接连死去。说话之间，一头病牛朝他们冲来，农场主举起猎枪杀死了自己最后一头牛。他解释说，自从患病，牛的攻击性大增。罗伯特皱着眉头提议应该让政府介入，可农场主瞬间提高嗓门，怎么没有？可政府说是我养牛能力不过关，环境有蝇虫污染，你看这里有一只苍蝇吗？罗伯特再次提议，那水质检测报告呢？农场主瞥了他一眼，水当然测了，可结果根本不给我看。罗伯特返回家中，仔细看了农场主给的录像，那是病死牛解剖实录，肿瘤畸变更加触目惊心。罗伯特终于意识到200头牛死亡背后隐藏着杜邦公司更加可怕的秘密。这个男人突然意识到家里的不粘锅有毒，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不粘锅都有毒，制毒的是不粘锅涂层特氟龙。发明它的杜邦公司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了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隐瞒了整整40年。罗伯特浑身发抖，将这一切告诉了怀孕的妻子，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居然要活在一个有毒的世界，妻子坚定地支持丈夫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不久前，律师罗伯特接了一个离奇案件，小镇农场主状告美国巨头公司杜邦，称杜邦掩埋的垃圾杀死了自家200头牛。罗伯特追查资料，发现奇怪之处，这些宣称无害的垃圾不光配了昂贵的有害垃圾存放桶，还专门买了一块地存放。罗伯特联系杜邦总裁，总裁一直不接电话，直到他追到一场晚宴，总裁开口威胁，罗伯特依旧追问，总裁变脸大骂。惊得众人纷纷回头，罗伯特只能到法院起诉，让杜邦公司公开更多资料。没想到杜邦公司耍无赖，送来几百箱资料，摆满了整个会议室。同事同情地说，No one could go through all this crap, not in a million. 罗伯特日日夜夜坐在资料箱间，整整1年以后，终于看完了，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化学成分特氟龙，在资料中多次出现，可网上搜不到任何资料。他专门请教化学家，化学家也没听过。不过化学家告诉他，从化学缩写规律来看，这可能是一种 C8 人工合成物。罗伯特立即追问，如果人吃了会怎样？化学家哈哈笑了，没回答。他根本无法想象人怎么会吃这种东西。罗伯特只好自己去查 C8，竟然发现感染 C8 化合物的老鼠会产生肿瘤，牙齿变黑。罗伯特立刻想到，农场死去的牛也都是长了肿瘤，牙齿变黑，而农场主女儿的牙齿也是黑的。罗伯特立刻打给化学家，最后确认人吃了 C8 化合物到底会怎样。化学家终于说出牙齿会变黑。罗伯特立刻来到农场主家说明情况，可惜已经晚了。农场主夫妻像他们死去的弟弟一样，也都患了癌症。罗伯特更深入的研究资料，发现了可怕的真相：特氟龙是杜邦公司发明的一种化学物质，广泛应用于不粘锅已经40年，而它的危害，杜邦公司早在发明之初就知道。难怪罗伯特气得浑身发抖，代表农场主将杜邦公司告上法庭。可杜邦公司是美国巨头，官司一打就是10年。在此期间，杜邦还偷了农场主藏在冰箱的证物，派直升机全天
骚扰，病重将死的农场主只能抱着猎枪睡在草坪，守卫着自己的家园。直到2010年前后，法院终于判定杜邦败诉，赔偿了农场主一家，并且特氟龙危害环境，罚款1600万美元。可这点钱还不到杜邦3天的销售额。这部电影是奥斯卡冲奖大热门，可最后却没能拿到一个奖，很多人心照不宣，毕竟得罪了美国杜邦。杜邦公司是美国化学巨头，21世纪初爆出惊天丑闻，其发明的化学物质特氟龙40年来广泛应用于不粘锅涂层、雨衣和衣物，已经污染了99%的人类血液，危害人体健康。而电影《黑水》则揭秘了这一丑闻大白天下的过程。讽刺的是，电影内外的杜邦公司都展示了资本的力量。罗伯特律师翻阅了整整一房间的资料，又历时10年，终于替死掉200头牛又患上癌症的农场主一家打赢了和杜邦的官司。可法院对杜邦公司的惩罚仅仅是罚款1600万美元，不足杜邦公司3天的营业额。可是受到特氟龙污染的不止农场主一家，还有整个小镇几10万居民。罗伯特决定接受小镇7万人联合诉讼。罗伯特领导受到压力，连续4次给他降薪，可是他还是同意了这一诉讼，还帮忙说服了其他合伙人。困难的是，杜邦公司一直对政府隐瞒特氟龙的危害，所以特氟龙并不属于政府法定污染物，也就无法处罚杜邦公司。罗伯特首先要做的是申请特氟龙是法定污染物。可恨的是，杜邦公司早已在11个月前向居民发送了通知，饮用水中含有特氟龙，但不危害身体健康。按照法律规定，小镇居民必须在接到通知1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今只剩1个月，根本走不完整个流程。幸好罗伯特发现了生机，特氟龙不属于法定污染物，但在杜邦公司内部也有自己的排放标准。于是罗伯特状告杜邦公司违反了自己的安全标准，实际排放水中的特氟龙浓度是其标准的10倍。大家本以为胜券在握，谁知杜邦公司收买政府，几周之内就制定了特氟龙法定排放标准，标准之宽松是杜邦实际排放浓度的10倍。第一次庭审，杜邦大获全胜。幸好舆论哗然，引起了公愤，杜邦不得不屈服，进行一次全民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居民患病与特氟龙有关，他们就赔偿2亿美元。罗伯特很高兴，谁知道调查一拖再拖，政府也不断施压。整整7年过去，罗伯特和律师事务所快要支撑不住了。幸好这天，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受不了良心煎熬，打来了电话。抱歉，我打来的太迟了。经我们研究发现，特氟龙和6项疾病的发生有关。可是杜邦却撕毁了当初的协议，不肯集体赔偿。这正是这些巨头的一贯做法，以时间和资金慢慢耗死对方。然而罗伯特没有屈服，他走上了最艰难的道路，代表一个个居民一个官司一个官司的和杜邦打。时至今日，罗伯特仍在战斗，杜邦公司赔偿的总金额超过了6亿美金。资本虽强大，可正义从未低头。